说起北部的海，大家第一秒想到的通常都是北海岸。如果我跟你说，在东北角有一个地方，不只能看到海景，还能让你一边骑着单车一边吹着海风，你会想去吗？福隆位在新北贡寮，是东北角最经典的景点之一。来到这里，除了玩水、看海之外，你也可以骑着脚踏车穿过百年旧隧道，一路沿着海岸线慢慢骑，吹海风。那这一支影片我会和大家详细分享我自己一日游福隆的一些小攻略和真实心得。如果你周末刚好在北部，又不知道去哪里放风的话，这一支影片绝对对你有帮助。那我们一样就直接开始吧。从台北到福隆其实交通很简单，如果你家里没有车或者是自己没有车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样搭台铁去。那我们这一次是从台北车站搭区间车一路直达福隆，中间会经过像瑞芳啊这些站。如果你有安排9份或其他景点的话，其实也可以顺便一起玩。不过我自己建议的话，把一整天留给福隆，因为这一边可以骑车看海，整个节奏其实是蛮放松的。很值得慢慢逛啊，慢慢玩。那首先我们当天是搭11点24分的火车出发，但其实这个时间点有一点偏晚了，因为从台北到福隆大概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加上大部分自行车店大概开到下午5点左右。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充实的话，我会建议可以搭更早一点的班次，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一边慢慢骑，慢慢看海，整体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好。车票部分我觉得其实是蛮简单的，如果你是搭自强号，现在调整后单程大概落在160块到170块左右。那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其实更推荐搭区间车或区间快车，票价大概122块，而且可以直接用悠游卡或一卡通刷卡进站，会方便非常多。另外，因为福隆还在新北市范围内，所以如果你有 T Pass 的话，其实是有包含在内的。像我们这一次直接刷 T Pass 进去，是完全免费的。经过1个小时多的车程了之后，我们从福隆车站下车之后，整个旅途其实就正式开始了。福隆车站本身就不大，但一走出来，你可以看到一整排的便当店，这其实是福隆很有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每一间店的配菜跟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大概都是在80块钱左右一个便当，是很平价的在地美食。但是它的肉是确实是给的比较饱啦，但是我觉得来这里就是简单吃的话是足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整颗卤蛋。所以几份？我们一起给。好。5份。5分是哪分吗？3、2、1。那吃饱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就是租脚踏车。其实跟刚刚的便当店一样，一走出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租车店家，选择真的很多，不太需要担心找不到。这一次我们选的是福隆波斯湾这一家店，也是事先在网络上看到大家推荐的。我们租的是双人协力的电动脚踏车，价格是1次600元，当天下午5点前归还就可以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价格真是蛮划算的。如果你是早一点来的话，时间会更充裕 ，CP 值会更高。整个租借流程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基本上就签个字、付款，再押一个证件就完成了。店家也会很详细的跟你说明要怎么操作，像是电动车的使用方式啊、路线、怎么骑，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也会给一张地图，甚至还会附一瓶矿泉水。整个体验的话，我觉得是蛮加分的。从一开始租车到实际要出发，其实是蛮顺的，也会让人更放心去开始接下来的骑车行程。一直以来就很想要骑双人的脚踏车，因为我就想要体验看，就是不会骑脚踏车，但是又可以体验到骑脚踏车的快乐，那就是双人脚踏车，因为只要前面那个人努力就好了。主要是我不会转弯呐，我会保持平衡，但我不会转弯。那第一站我们先前往了旧草岭隧道，从福隆车站出发，其实路线蛮简单的，基本上就一路骑，看到指标之后右转，很快就会到了。进到隧道之后，真的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外面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夏天了，太阳也蛮大的，但隧道里面真的超级凉，完全不会觉得那时候是夏天。骑到中间的时候，还会经过新北跟宜兰的交界处，
那边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停下来拍照打卡。不过我还是会建议拍照可以，但不要停太久，因为隧道里面的空间其实不算很大，车流也是蛮多的。如果停太久的话，确实会有一点危险，可能会发生碰撞啊什么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我觉得。你大声在这里喊的话会有回音吗？你讲什么？大声喊的话会有回音吗？没有吧？大声好多人哎。我的大声。哦，大声喊哦。啊，会不会有回音？会啊，你现在讲话都一点点啊。知道呗。但你不要喊好了，我怕你丢脸。我们应该要到海边了。到海边，我们从隧道出来了。但这里确实是有点热了。开始热啊，这边就有太阳啊。但这边的话，刚刚一出来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海哦。然后有小吃店，还有小吃店，还有我刨冰。也骑啊，我也觉得有点累，或者有點口渴。这边有卖水啊，石花冻。好像说来这里一定要吃什么石花冻。我看大家有来这个海边这边拍照，我们刚才也有拍一下，不过拍的没很好看。没关系，大概拍就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出发。我开不成模的。那骑了差不多10几20分钟之后，穿过隧道一走出来，视野整个就会变得非常的开阔。刚刚还在昏暗又凉快的隧道里，一走出来就是满满的阳光啊、蓝天还有海景，那个反差感其实是蛮强的。这里就是隧道南口，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直接看到龟山岛。现场也有一个小平台，很多人在这里停下来休息、拍照、打卡，算是蛮热门的停留点。有时候旁边也会有一些简单的小摊贩，可以补充一下水分或吃一点东西。我觉得这边算是可以停留下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如果继续往前骑的话，其实就会直接到石城渔港，中间也会遇到一些分岔路，但基本上不管怎么走，最后都会到渔港那一带，所以不用担心会迷路。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和我一样是走环海路线的话，中间会有一个小上坡，需要稍微骑一下上去之后，再往前骑就可以接到我们后面的路线了。但这边有一点，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就如果你从这一段开始骑的话，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脚踏车道的，会需要跟汽车共用道路，相对会危险一点。其实，在刚刚隧道南口那边是有一条可以直接接上脚踏车车道的一个路线，如果一开始就走那边的话，整体会安全非常多。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注意到，所以又绕了一段路，也花了一点时间。所以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地绕去石城渔港，直接从隧道南口接环海路线骑上去，整个行程会非常顺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这一段环海骑行。接下来这一段的话，我们骑的是北部滨海公路，整体路线其实是一个环状的路线，只要顺着路牌一路骑，最后基本上都可以绕回福隆车站。那整个骑行时间的话，我们这次骑的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大概是1个多小时左右就可以绕回来了。不过中间其实是有蛮多地方可以停下来的，像是一些咖啡厅啊、观景台，甚至还有一些点，我觉得是蛮漂亮的。但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当天其实出发的有一点晚了，所以时间上会比较赶一点，没有办法每一个点都停下来慢慢看。而我们接下来第一个停下来的点是在一间开在悬崖边的餐厅，悬崖上的餐厅。其实我们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一开始只是好奇，想说这条路骑下去会怎么样，结果就意外的发现到这个地方。不过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这次没有真的进去这个餐厅用餐。但如果之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来试试看的。那我个人认为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整个位置都在悬崖边上，可以直接看到海浪一下一下拍打在岩石上，会让人不自觉的停下来看很久。整体来说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有记忆点的地方，就算只是短暂停留拍个照，也会让人印象很深。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四角窟观景台。
它正前方就是龟山岛，天气好的时候是直接看到整座岛的。但我们那天运气稍微有一点不好，云层比较多，所以整个龟山岛是完全被挡住的，没有看到，其实是蛮可惜的。不过就算没有龟山岛，这里的景色还是很值得停下来，山海天空一次都看得到。另外在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三貂角灯塔，那是台湾本岛最东边的灯塔。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话，是不能直接骑上去灯塔那边的。这里基本上算是一个很热门的打卡点，也适合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只是稍微有一点可惜，就是没有看到龟山岛。有点像凉茶，有点那叫什么桂圆的味道。桂圆是什么？眼镜啊？不懂。眼镜不知道，但蛮解暑的。里面有 jelly 啊。有凉茶味道，很好喝哦。对，而且它没有很甜，它喝了不会觉得很口渴，因为它没有很甜。里面还有那个一粒粒的那个叫什么 jelly 啊。jelly，果冻，是果冻吗？就是石花冻，它再加水啊。哇，好喝，好喝。赞。很解暑哦，超级解暑，超好喝，一定要买。哪一间都可以，这边很多间。我们刚刚从这边，从哪里？很远啊，从刚才一直骑过来，路上也有很多那种学习站。但其实一路上很多地方都会有卖石花冻饮，因为好像是这里的特色嘛，特色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卖，感觉味道应该都差不多啦。还不错。继续上路。石花冻其实是用一种海藻做成的天然果冻，制作方式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把石花菜洗干净之后，再加水去煮，让它释放出胶质，再把杂质过滤掉，最后再放凉，它就会自然凝固了，算是很天然的一种甜品。价格的话，每个地方其实差不多，大概落在35块到50块左右。我这也是蛮推荐可以来试试看的，尤其是夏天骑完车之后来一杯，真的会觉得超级解暑的。哇，很漂亮哦。是啊。如果是夕阳的话，应该更漂亮哦。是啊。日落，讲错。夕阳跟日落不一样了没？喝完之后，我们就继续骑到了马冈潮间带。那马冈潮间带其实就在马冈渔村旁边，是一整片被海水长期侵蚀出来的原始平台。等到退潮的时候，这一整片都会露出来，可以走下去探索。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海洋小生物，像是小鱼之类的。我那时候也看到蛮多人拿着网子去抓鱼，不过现场其实也是有告示，是需要把这些小鱼放生的。所以如果你有下去玩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影响到当地的生态。另外这一边的话，我有几个点，我觉得一定要提醒一下你。第一个是石头蛮滑的，建议不要直接穿拖鞋，会比较危险。再来就是一定要注意潮汐时间，因为涨潮的时候其实就不太适合下去了。整体来说的话，这里算是一个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的地方，但是玩的同时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跟环境保护。我在自拍，再往马冈后面骑一点，其实就会来到比较少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这边比马冈更安静，整体氛围的话更偏生活感一点，水很清也很平静。走在这里的时候，好像不小心闯进当地人的生活的感觉。而且这里其实也藏了一些在地小吃，像是海鲜面啊、小卷之类的。不过有点可惜的是，我们当天行程比较赶，所以就没有特地停下来吃了。但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是很值得慢慢停下来，感受一下这种比较纯粹、安静海边的生活。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福联国小，这是一间在东北角海岸线上的一间小学。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彩虹阶梯，一走到前面就是整片海。那其实站在这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的去思考，如果小时候每天上学一走出门就是海，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我们就在那里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看看海，吹吹海风，让这一段骑行有一个小小的缓冲。最后，我们也慢慢的回到了福隆车站和还车，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行程了。最后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趟福隆一日游建议可以带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天气真的非常热，太阳也非常的晒，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准备的。首先是防晒，真的要擦，这边的太阳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回到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都变黑非常的多。品牌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习惯就好。再来是帽子，因为整段骑行都曝晒在阳光下的，帽子我觉得是必备的。我这里是迪卡侬的渔夫帽，我觉得是蛮好用的。之前夏天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我也是有戴这一顶，但有一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帽子一定要绑紧，因为沿海风真的很大，一不小心就可能直接被吹走了。另外，我也会建议戴一个太阳眼镜，不只是遮阳，骑的时候风其实蛮大的，也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再安全的话，也可以戴安全帽。这一次租的店家其实是有提供安全帽的，可以现场问一下，他应该是会提供的。那你有打算拍骑车第一视角的话，我自己是用 DJI Nano 的小相机来拍的，体积蛮小的，而且也很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磁吸固定，加上有防水功能，其实是蛮适合户外行程的。另外，如果你有在马冈潮间带那边玩的话，其实也可以准备防水鞋啊，还有小桶子、网子之类的。我们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就没有带到，有点小可惜。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就算有抓到小鱼啊、小生物，也记得一定要放生，不要破坏当地的生态。我会把这次用到的东西连结都整理在下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点下面的连结参考看看。好，那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了。我们回到还车点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了，离5点关门其实是蛮近的。所以如果你之后要来的话，真的会建议尽量早一点出发，这样时间会比较充裕，也可以把每一个点都慢慢玩、慢慢看。那老实说，这一趟行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因为其实有蛮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到的，有些点甚至是可以停下来待很久的。那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下一次再来就好。而且福隆其实交通很方便，那火车就可以直接到了。那如果你有 T Pass 的话，甚至是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周末随时可以来放松的地方。不管你是想要一日来回，还是安排在这里住一晚慢慢玩，其实都是很适合的。那整体来说的话，我真的会蛮喜欢这次骑行体验的。电动脚踏车真的是非常省力，除了上坡稍微要踩一点之外，其他几乎都不用出什么力。对新手来说真的是非常友善，再加上整个路线规划都做得非常好，一整圈沿着海岸线骑，不会觉得很单调，反而会有一种在探索地图的感觉。你会一边骑一边期待下一个你会骑到什么地方，那种未知感加上风景的结合，真的会让人蛮上瘾的。如果要说的话，福隆这一趟我应该会把它直接排进我在台湾最喜欢的前3名景点之一。那其实常常听到有人说北部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玩。老实说，我自己前阵子也是有这种感觉，每次去的好像都是那几个地方，但我会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的。像这一次福隆，也是我在网络上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没想到实际来之后，真的觉得比我想象中还好玩很多。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像这样沿着海边骑车，慢慢看风景、吹海风的感觉，其实是我平常几乎不会有的体验。所以整段过程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也很特别的。那这一支影片最后，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的、拍到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订阅和在底下留言。你觉得台湾还有什么地方是好玩的？可以让我参考一下。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